这个倒霉社畜连轴转50天，最后两眼一黑，嘎在工位上，房龄20，怨气比鬼还重。异世界女神看了都直呼可怜，给了他转生的机会，附赠一个愿望。社畜妹子表示死怕了，这辈子要不老不死，还想过上悠哉悠哉的生活。她本来只是说说，毕竟活得久了，万一触发魔域爽就不好了。结果女神一口答应，真给了她不老不死的技能，还让她转生在无人问津的安静高原上，顺便重回17岁少女时代，外带房产证明别墅一套。重生后的社畜也想通了，与其卷生卷死，不如直接躺平。这辈子要游手好闲，享受人生。他的豪华大 house 下面是一个小村子，社畜决定先去村子里逛逛，谁知半路就遇上了怪物，一只史莱姆蹦到了他前面的路上，他一看见他就攻击了过来，直接撞到他肚子上。社畜摸了摸肚子，一点都不痛，于是掏出武器跟史莱姆决战，轻松击败他后得到了一颗魔法石，准备拿魔法石换点零花钱。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换魔法石得先加入冒险者协会。他把手放上去一按，信息出现，竟然有特殊能力。前台瞪大双眼，社畜虽然只是1级魔女，但拥有不老不死的技能。他开始享受人生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睡醒了想活动就去种点花花草草，不想动了就躺着晒晒太阳。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但快乐。每天固定任务就是干掉25只史莱姆，主要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锻炼一下。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300年。这300年里发生了不少事情，他种植药材给村里人治病，还挡住了一次恐怖的瘟疫扩散，因此大家都称她为高原魔女。村民们视她为村庄的守护神。这回来的冒险者名叫娜塔莉，她超级好奇高原上的魔女大人，好奇社畜究竟有多厉害。其实社畜紫砂自己也挺好奇的，毕竟打了300年的史莱姆，他到底能升到多少级啊？于是紫砂又下山试了试那块石板，他和娜塔莉看到的信息都吓一跳，他自己居然有1000多万经验值。紫砂觉得石板肯定出问题了，光打史莱姆怎么能积攒这么多经验？娜塔莉给他详细算了一遍，因为紫砂有那个特别的能力，经验值获取的倍率增加了，史莱姆一个才2点经验，有了这个能力就变成4点了。紫砂天天得打25只史莱姆，4点乘以25乘以365天，再乘上300年，总共有1095万点经验，一条巨龙的经验才得2500点。折算一下，紫砂这300年相当于干掉了4380条巨龙，简直就是龙的克星。娜塔莉都看傻了，紫砂的战绩等于是4380条巨龙。娜塔莉顿时兴奋不已，紫砂觉得自己要瘫了，她哪知道自己这么牛，要是这消息一传出去，她绝对会成为异世界第1魔女，风头也太大了。紫砂不想成为什么顶尖魔女，她只想继续过她的闲云野鹤生活，于是嘱咐娜塔莉这事儿得保密。娜塔莉答应了，说绝对不说出去，保证不会透露半点。紫砂这才放心走了。可谁知道第2天就有人上门了。这个社畜有3大爱好，吃喝睡外加打萌王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本想安安静静过日子，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世上最强大的魔女，就连冒险团也非要来挑战她。哪怕紫砂不承认自己99级也没用，他们死活不走，非要一决高下。紫砂只好接受挑战。敌方法师一出手就是旋风攻击，紫砂立刻记下了敌人的咒语，他只是想还手止住对方，结果没想到战斗一下子就结束了。从此紫砂的名声大噪，现在谁都知道他是个满级大佬，连这片大陆上最厉害的巨龙都飞来找他单挑。紫砂欲哭无泪，他只想低调行事，怎么连非人生物都知道他的大名了呢？一只龙不好好看宝箱，找他来干嘛呀？紫砂也只能硬着头皮对战。巨龙张口吐出火焰，紫砂则用了冰冻魔法。谁曾想魔法一施出，不仅龙的火焰被冻，连龙嘴都冻上了，巨龙的鼻子也被冰封。他傻乎乎的围着房子转悠，最后撞上紫砂的房子，这才把冰给撞碎。紫砂让他赔他的房子，巨龙吓坏了，转身就跑。他现在知道踢到铁板了，自家100年的积蓄都得赔给紫砂。巨龙赶回家取金币去了。紫砂现在没地方住了，只好借住在村子里。第2天，突然有个妹子找紫砂，紫砂一头雾水，自己不认识她呀。妹子自我介绍后，紫砂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龙的人类模样啊。她给紫砂带来了满袋子金子，还主动要求拜紫砂为师。紫砂本不太想收徒，但转念一想，她在家吃喝玩乐躺平，也确实挺轻松的。要是收了这个徒弟，把家务活都交给他，那岂不是更轻松了？但紫砂没想到龙徒弟这么能干，家务活轻松搞定，龙妹居然还会建房子。紫砂一觉睡到自然醒，莱卡忙活了一整天，新别墅就这么盖好了。新房子又宽敞又明亮，旧房子也被莱卡修缮一新。紫砂激动地拉住莱卡的手，感觉生活品质又提升了。这社畜在异世界打了史莱姆309年，每天至少得干掉25只。他以为史莱姆太弱不许担心，但没想到报应来了。紫砂今天也是手刀如飞，几下就清了一片史莱姆。莱卡看傻了眼，比起奇遇那都厉害，奇遇还只是一拳一个呢，紫砂可是一指头就搞定。紫砂听莱卡那夸，美滋滋的，可没注意到远处有双眼睛正怨气冲天。自打收了莱卡做徒弟后，紫砂现在可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。莱卡虽是条龙，厨艺却是一绝。紫砂刚开始还觉得莱卡做太多了，想着两人根本吃不完那么多，可一尝的味道，紫砂就根本停不下嘴了。不得不说，莱卡你做的真好吃。莱卡说紫砂现在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可能会有人上门来找麻烦，要是坏人拿村民威胁紫砂那就糟了。所以紫砂就给村庄弄了个防护结界，结果有个小偷就倒霉了，他现在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心里那个苦呀。他只不过是出来偷点东西，结果就被顶级魔法师给暴打了一顿。紫砂出门去种地，莱卡在家里打扫和做饭，两个人就闲适的喝着下午茶。紫砂心想
想，如果能这样一直过下去就好了，悠然自得的生活。紫砂一开门，看见门外站着个小萝莉，他以为小萝莉是有事找他的，结果那女孩一开口就叫妈妈，紫砂当场就傻眼了。天地良心，他母胎单身呐，从来没谈过恋爱的紫砂，怎么可能突然多了个女儿呢？在这300年里，要是跟个男生牵过手，紫砂都认了自己有女儿，可他真的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。那女孩说她叫法路法，还说她有个妹妹叫夏露夏。紫砂急得抓头，他本以为多了个女儿已经够惊讶的了，结果对方张口就说她有俩闺女，这不是在耍他吗？莱卡看到这一幕，眼里满是崇拜。哇塞，无中生女！法路法却提醒紫砂小心她妹妹，因为夏露夏打算干掉紫砂。此时夏露夏她浑身溢出庞大的怨念，显然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。紫砂觉得可能是哪里搞错了，想把她拉过来好好聊聊。夏露夏一开口，紫砂说不出话来了。法路法开始解释，原来他们是紫砂灭掉的史莱姆灵魂凝聚而成，看来两边确实有仇，眼下也只能开打了。一向无敌的紫砂竟然输了，还是输给了一个小萝莉。战斗刚开始，紫砂还担心伤到夏露夏，所以用的是伤害不大的旋风魔法。原本无坚不摧的魔法却被夏露夏轻易的一挥手驱散。紫砂见对方太强，于是施展了强力魔法黑焰，夏露夏又是随手一挥，黑焰也烟消云散了。这是夏露夏用50年修炼的破邪魔法，这魔法牛逼就在于针对的目标越精确，威力越强。夏露夏把她的破邪魔法目标只瞄准紫砂用，属于绑定伤害，难怪连满级的紫砂都不是对手，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。紫砂只好使出最后的绝招，他激活飞行魔法，36级跑为上级，可是根本逃不掉。夏露夏再次挥手，飞行魔法也被解了，这下真的没处躲了。紫砂只好面对现实，没想到自己舒舒服服活了300年，就算现在挂了也不亏。紫砂决定不再抗拒，反而是带着微笑迎接夏露夏的法术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莱卡挡在了他面前，即便对手有能力击败紫砂，但莱卡还是要全力以赴保护自己的师傅。夏露夏开始对莱卡施法，莱卡也没有退缩，反击夏露夏。对方丢来的魔法没有伤害，看来那小姑娘的魔法只对紫砂有效。她面对紫砂的时候完全占据上风，但面对别人，她的法术就弱爆了。夏露夏心里那股怨气还真不小，一旦恢复意识，还想对紫砂下手。她挥了挥手，却连个法术都施展不出来。原来是她之前和紫砂交手时已经把魔力耗尽了，那个破邪魔法得冷却好几十年才能再用，没了破邪魔法，她就无法打败满级的紫砂。夏露夏感到绝望和无助，紫砂告诉她，你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针对我，但如果我真的不在了，你似乎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目标，所以别干掉我，这样你也不会失去继续生活的理由。夏露夏还是年轻了，竟然就这么被紫砂说服了。为了庆祝多了2个女儿，紫砂决定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。紫砂原本以为收养了这2个女孩之后，自己就不能再去打史莱姆了，谁知道她们根本就不在意这个。两姐妹并不阻止紫砂打史莱姆，实际上她们自己也会清理掉一些邪恶的史莱姆。要说打史莱姆的手段，她们俩竟然比紫砂还多啊！史莱姆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虽然多了2个孩子，但紫砂的生活却变得更加美好。有了这2个孩子，日子变得更加开心了。这天，一个精灵妹子敲响了紫砂的家门，她说自己正在被一个高级魔族追杀呢。这精灵听到高原魔女的大名，所以就跑来找紫砂求救了。紫砂本来不想惹上这件事，她本打算把精灵打发走，不过在2个女儿的软磨硬泡下，紫砂只好勉为其难地留下了她。这个精灵叫卡拉，她是个手艺不错的药剂师，她做的能量饮料卖得特别好，卡拉因此小有积蓄。谁知她的饮料对魔族来说简直是毒药，一个高级魔族叫别西卜，喝了她的饮料直接高烧，差点没给人送天堂去了，简直就是魔族之耻。所以他对卡拉恨之入骨，还发誓要干掉做这毒药的人。卡拉惹事了，就被村子里的人赶出来了。他一听说高原魔女很厉害，就来求紫砂收留她。紫砂就收下了卡拉作为自己的2徒弟，还带他去森林里采药。身为药剂师的卡拉最拿手的就是蘑菇，他对各种蘑菇特性了如指掌，还能让有毒的蘑菇变成无害的美食。他专门烤了蘑菇给紫砂试试，烤好的蘑菇撒上他特调的酱油，果然是大赞的味道。吃了没多久，紫砂就发现卡拉有点不对劲，原来卡拉不小心也把有毒的蘑菇烤来吃了。这蘑菇吃了能让人笑个不停，还会让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。卡拉满脸通红的扑向紫砂，紫砂立马用魔法应对。他为了防止魔族突然袭击，在小屋周围布置了个结界。有了这个结界，紫砂安心多了。可是刚一到村子，他又开始担心了，因为在冒险者公会的墙上贴着悬赏卡拉的通缉海报，那1500万金币的悬赏金额，紫砂担心自己忍不住诱惑，把卡拉绑架送到别西卜那里去。别西卜迟早会来找上门，紫砂让莱卡和女儿们先躲开。可是送走女儿之后，才发现别西卜已经在他家里等着了。原来别西卜本体是只苍蝇，早就跟着卡拉混进来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早点出现，因为他把在别人家转悠当做休假，这就是别西卜的放松方式。既然收了卡拉做徒弟，为了保护他，紫砂只好准备和别西卜来一场较量。别西卜一飞冲天，两人的大战即将开始，那就让你好好看看吧。随后毒性发作，趴窝了。紫砂也没料到会这样，还没开打就得先给对方治伤。他想给别西卜施展恢复魔法，又怕会伤到他。怎么给魔族施恢复魔法不会有问题吧？我懂了，要是出了问题，那就全怪你，这责任未免也太大了。
还好这魔法对魔族也是管用的。到了夜里，别西卜也恢复原状了。醒来的别西卜解释了原因，整件事原来都是个误会。别西卜发烧是因为工作太干，和卡拉的饮料无关。那饮料无论是魔王还是普通魔族都特别喜欢，高价悬赏卡拉也是为了尽快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回去继续制作饮料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卡拉现在不打算走了，他打算把工厂搬过来，跟师傅在这边一起住。别西卜跟紫砂变成朋友了，还打算带走紫砂的一个女儿做养女。虽然感觉挺荣幸的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女儿不能给他带走，但他跟2个小不点玩得挺高兴的，看着他们一家子乐呵呵的，紫砂以为又能过几天清闲日子了。结果第2天，莱卡就说他得走了。满级魔女单挑一群巨龙，究竟谁会赢下来呢？蓝龙的尾巴一甩过来，紫砂一把抱住尾巴，把他甩飞了。接着又一堆蓝龙包围过来，都朝紫砂喷寒冰。紫砂用火焰盾挡住了，一个爆锤把蓝龙全放倒。蓝龙头领都傻眼了，他还头一次看到有人类用物理攻击打败巨龙。紫砂冷笑：“你当我这300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但凡输了，死了300年史莱姆一族都不会同意。”紫砂踢了弗拉一脚，没想到弗拉居然挺住了。弗拉开始反击了，吐出冰息，结果被紫砂一个大火球反弹回去。紫砂怎么就和龙族过不去了呢？得从早上说起。一大早，莱卡就说他要回家。紫砂一听就急了，还以为莱卡不高兴了呢，这是要闹独立呢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姐姐要嫁人了，紫砂全家就急忙往莱卡家赶，去祝福龙姐姐的婚礼。结果走到一半就出岔子了，没人想到卡拉竟然晕龙，差点就吐在莱卡身上了，吓得莱卡赶紧刹住。卡拉一落地就狂吐不止，好不容易抵达龙族地界，卡拉又不留神闯进巨龙餐盘里，差点成了巨龙的下午茶点心。卡拉刚从龙嘴边逃生，然后巨大阴影笼罩了他，原来是蓝龙族来搅局的。蓝龙一到就是寒冰吐息，婚礼现场顿时乱成一团。红龙质问他们为啥搞破坏，是因为这个叫弗拉的蓝龙嫉妒，人家才300岁就结婚了。红龙族全面反击，龙族的内战就此爆发。2个女儿吓得直嚎，紫砂决定先带大家撤退，却发现卡拉不在队伍里。回头一瞧，卡拉已经倒地不起。你在搞什么飞机呀？再哥还关键时刻掉链子呢。紫砂还想着过安逸日子呢，结果这条蓝龙偏偏不给他省心，他慢悠悠地朝他们走过来，声称要伤害红龙的客人，就为了把婚礼搞砸。蓝龙以为紫砂死定了，哪知道已经激怒了一个满级大佬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咱们也不客气了。紫砂决定不忍了，他要好好修理修理这帮讨厌的蓝龙。于是就有了开头的混战。龙族这边的纷争平息了，但还有蓝龙小队去人类城市捣乱。紫砂骑着莱卡飞往温泉镇救援，到了地方却发现那里和平安静，原本捣乱的蓝龙已经被擒了。原来是别西卜在这儿泡澡呢，随手就把蓝龙们搞定了，有他帮忙真是太好了。所有蓝龙通通被抓起来，紫砂让弗拉变回人形，来个面对面谈判。谁知道那400岁的蓝龙竟是个小萝莉。紫砂递过去一张赔偿清单，弗拉都快哭出来了。可怜的弗拉不仅得赔一大笔钱，还得签个停战协议。紫砂这才同意放人。卡拉求师傅帮忙解决问题，他新开的工厂里闹鬼了，结果师傅也是个怕鬼人的主，没人愿意去工厂上班。卡拉天天累得跟死狗一样，看徒弟这么辛苦，紫砂还打算找别西卜出马，一边念咒一边等着黑雾聚起来，慢慢成型。黑雾一散，别西卜人影不见，家里却传来砰的一声，是紫砂咒语念错了音，把坐标搞偏了。可怜的别西卜直接掉浴桶里去了。别西卜那表情可真叫一个郁闷，白天谁会往浴桶里放满水呀？一听说是来抓鬼的，别西卜又生气了。捉鬼这点小事还得烦他，可他肯定会帮忙的。萝莉姐妹在旁边说情，别西卜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他们3个一同去了工厂，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上了。紫砂不管什么满级大佬的尊严，一把拉住别西卜的手，试图给自己壮胆。他们来到那个闹鬼的房间前，师徒俩怎么都不敢进去。房里的蜡烛突然灭了，外头的2人直接吓哭了。紫砂的大姐真不是盖的，关键时刻总是那么靠谱。别西卜一下子扑上去抓住了幽灵，那幽灵也渐渐露出了真面目。原来他的名字是莎莉，他在这房子里困了好几百年了，他把这当成自己的地界，赶来的人他都得吓唬一番。别西卜手搓能量球，看样子是要把莎莉送去投胎。莎莉吓得嗷嗷叫，这恶魔姐姐真吓人，她也不是故意要给大家添堵，只是被困这儿，她也没办法。别西卜说让幽灵附在活人身上就能随便走动了，不过得挑那种没那么强的人，意志不坚定又弱小的那种。卡拉就这么不幸被绑了起来，幽灵正准备附身他，卡拉怎么挣扎都没用，莎莉的灵魂就和他融为一体了。莎莉有了卡拉的身体，她终于不受房子限制，想走就走，自由了。紫砂把莎莉带回了家，让莎莉跟大家好好认个面。莎莉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，怎么样都出不去。传说中让灵魂附身一整天，那身体的主人可能就没了。莎莉说她不能害了卡拉，她决定以身相许，不连累卡拉。紫砂紧紧地抱着莎莉，如果真让她跳下去，那嘎的就是卡拉了。大家都在想办法分开他俩。莱卡说试试摇一摇看看，或者是背后拍拍试试，要不然直接毁了这个身体吧。法路法突然灵机一动，只要把他吓个半死，灵魂就能给吓出来。莱卡就带着莎莉飞上了天。莎莉的确是怕高，但她的灵魂还是出不来，显然还没吓到家。紫砂提出来第2招，莎莉被折腾得够呛，灵魂还是固执地待在里面。紫砂又琢磨出个新点子，只要莎莉能睡着，卡拉就能重新掌控身体了。他给莎莉灌了点葡萄酒，醒来时候就回到卡拉身上了。别西卜也有主意，他把卡拉泡进了浴桶，冷水一激，莎莉
莉的灵魂给冻出来了。紫砂夸别西卜真机智，冷水法还真是妙招。别西卜说是因为他自己被扔进冷水的经历，那会儿感觉自己都快裂开了。紫砂发现莎莉有点孤单，就想让大家接受莎莉，他让莎莉去做义工，帮小镇打扫，做好事，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。小镇人很快就接受了他，莎莉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，他想成为最活泼的幽灵。这个超萌小萝莉居然是魔界老大。卡拉还没意识到眼前这个就是魔王，他让萝莉去一边玩，说魔王召见他们了，不快点那恶魔可是会砍他们的。佩克拉听了直接傻眼，他哪有卡拉说的那么凶残？卡拉还在那儿说着等下得去巴结魔王，别惹火上身。佩克拉单纯的问这算不算欺骗？卡拉洋洋得意的解释这叫做好心的小手段。莱卡忽然注意到宝座上空无一人，他问别西卜魔王跑哪儿去了？别西卜指着萝莉说那就是魔王。卡拉当场腿软跪下了，还当着魔王的面说了他的坏话，还打算骗他。卡拉觉得自己这回是凶多吉少了，没想到魔王大度的很，不仅没追究卡拉，还亲自把他扶了起来。可魔王差点被撞得灵魂出窍，卡拉的灵魂也差点飞了，但他是吓出来的。魔王被紧急送去救治，卡拉也被人搀扶起来。看到了这个结局，别西卜真的是悔不当初。原来在来之前，卡拉本就不太愿意来，是大家伙硬拽他过来的。结果闹出这档子事，为啥紫砂一家会来魔族地盘呢？这还得从紫砂打败蓝龙说起。他结束了红龙和蓝龙的老大难问题，魔王佩克拉亲自邀请他，还打算授勋给他。其实卡拉本来是不太想去的，他担心自己去了魔族那边会出乱子，所以找借口说自己颁奖那天肚子疼得受不了，就不能去魔族领地了。后来一听说不参加就是不给魔族面子，后果会很严重，他那病突然就好转了。为了给紫砂面子，魔王派出了庞大的飞行魔族利维坦专程来接紫砂，他背上有个超豪华的宫殿，里头是超宽敞舒适的 VIP 房间，还有能美容养颜的魔法泉。这里头一顿饭的价格，在外头都可以吃不少东西了。魔王对紫砂一家确实挺不错的，但现在给人撞晕了，麻烦大了呀！紫砂也懵了，不知道咋办才好。这个手握40米大刀的妹子就是现任的魔王佩克拉，她刚被紫砂的徒弟撞得陷入昏迷，差点就去见阎王了。卡拉这回可惹大事了，伤了王族，这罪过可不小。他不止自己得受罚，连带着跟他一块来的紫砂一家也难逃一劫。现在唯一能救他们的就是魔王亲自出面，紫砂得赶在行刑前把魔王救醒，求魔王饶了他们一命。王族花园里药草一大堆，莱卡变成小龙偷偷溜去采药，药很快就采回来了。紫砂也赶紧配出了让人清醒的药水。瓦尼亚把她打扮成性感的魔族医生，这样就能大大方方去给魔族治疗。可惜一到门口就露馅了，两个魔族卫兵想抓紫砂，紫砂一拳一个秒杀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对打一双。紫砂的反抗让魔族们更加凶残，剩下的高级魔族都来围攻他，然后轻松收拾了这群高级魔族。满级魔女的实力懂得都懂，他一旦认真，一个人就能秒掉整个国家。紫砂急忙把药水喂魔王，结果魔王已经醒过来了。魔王其实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他比较好战，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逼紫砂和他来个真正的较量。魔王的实力确实是杠杠的，他一挥剑，城堡都被轰塌了一个角。然而紫砂安然无恙，佩克拉就接连不断地向他发起攻势。紫砂身手敏捷，躲过了所有的攻击，他找到机会一拳就把魔王打趴下了，一番壁咚动作把魔王逼到了墙角。他本来打算只是逼魔王把卡拉还有他的家人放了，结果魔王大人竟然跪地投降了。原来魔王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，梦想着找个比他还强的人做依靠，从此以后紫砂成了他心目中的大姐头，紫砂指哪他打哪，说往东绝不往西。其实刚才魔王被打倒，心里还不服气，他说他只是不小心滑了一下，还想和紫砂继续较量一番。但当他看到自己的武器后，他就清楚了，紫砂其实已经手下留情，那把大宝剑已经被紫砂给锤成渣了。要是这力道打在他身上，即便是魔王也得当场翘辫子。第二天，紫砂、莱卡还有弗拉德都被授予了和平勋章。为了保证蓝龙族不反悔，魔王让紫砂摸了摸弗拉德的龙角。蓝龙族有个传统，摸了角就意味着臣服。紫砂觉得摸一下角也没啥，摸完后他才知道自己想多了。自此以后，弗拉德就粘上紫砂了，因为摸了龙角就得时时刻刻跟着主人，紫砂想赶都赶不走，因为被赶走的蓝龙是会有大麻烦的。紫砂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，家里本来就养了一条红龙，再多一条蓝龙应该也没啥问题。紫砂还是太年轻了，一山不能容二龙，看来紫砂以后要头疼了。弗拉德有个小癖好，特别喜欢主人摸摸他的脚，弗拉德舒服的连尾巴都摇起来了。莱卡一把抱起弗拉德，直接扔到一边去了，因为他俩显得太亲热了。莱卡嫉妒了，这帮野猪太不像话了，边打架边扒人衣服，衣服一件件被扔进河里，都冲走了。弗拉德这一下可火大了，连最后的小内内都扔河里去了。弗拉德这下没了顾虑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紫砂他们三个也加入战斗了，转眼间野猪们都变成了烤肉。别西卜飞到下游，一把衣服都捞回来了。弗拉德这下高兴了，他正发愁没衣服穿，回不了家了呢。别西卜本来是来打野猪的，为魔族领地收集食材，紫砂已经帮他解决了，直接把野猪带回去就行。想要感谢紫砂，瓦尼亚准备了满桌的美食，紫砂也把两个女儿叫了过来，他们把打猎变成了一次欢乐的野餐。就这样，一切都变得好玩起来。晚上，两条小龙开始争吵，他们都想和紫砂一起睡。紫砂觉得没什么好争的，一边一个不就好了，没有人能阻止他左拥右抱。第二天，一条消息传来，有人假冒高原魔女四处招摇，大家一听火冒三丈，这种事情绝不能容忍。紫砂看着大家义愤填膺，他说事情没那么严重，只要抓到那个冒牌货，教训他一顿就得了。这老太太装成高原魔
魔女呢？紫砂马上揭穿他，然后大家都跟着说，真正的高原魔女可是17岁的美女啊！这老太婆一看就不对劲。紫砂准备跟老太婆较劲呢，可那老婆子早溜之大吉了。紫砂紧追不舍，施了个魔法，那人立马原形毕露。原来这姑娘也是个魔女，叫艾诺。她冒充紫砂，只是为了那份被人注目的快感。这姑娘研制了种魔药，吃了能恢复体力，还能缓解眼睛疲劳。紫砂想帮艾诺一把，用这药丸让艾诺成名。他让艾诺开了个摊，专卖他研制的魔药。艾诺的魔药大受欢迎，她活泼的魔女形象也赢得众人喜爱。这样，艾诺不再需要冒用紫砂的名字，她自己就变成了名声大噪的魔女。女儿睡了一觉，醒来变成史莱姆了。紫砂习惯性打史莱姆，差点没把女儿给吓哭了，紧紧抱着紫砂不放。他告诉紫砂，那是他姐姐法鲁法。紫砂召集大家一起来看看，谁知道怎么变回法鲁法。可大家都头一次遇见这种事。弗拉德建议找别西卜帮忙，紫砂就开始用魔法召唤别西卜，念起了咒语。家里突然响起砰的一声，别西卜都快炸了。他每一次被召唤，直接一个砰的掉进紫砂家浴缸里。不过一看法鲁法那样，别西卜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他对这俩孩子可比亲妈还亲。法鲁法变史莱姆了，别西卜心疼的不得了。他知道魔界有个聪明史莱姆，觉得那家伙可能知道怎么变回法鲁法，然后他就带着紫砂一家人一起去找那聪明史莱姆。聪明史莱姆不会说话，只能通过打字沟通。他老是用身体去碰木板上的字，最后字体都变成黑的了。他没法让法鲁法变回原样，但他知道有个魔法师史莱姆能行。在聪明史莱姆的指点下，紫砂他们就去了托姆里安纳州找那个魔法师史莱姆。魔法师史莱姆能用魔法把自己变成人形，他也能用魔法把法鲁法变回人类。可魔法有时间限制，等效果过了，法鲁法还得变回史莱姆。这个远程魔女竟然跟一帮人类战士肉搏，那些战士都是肌肉男，觉得魔女简直是不自量力。然而紫砂可是能赤手空拳打库龙族的人，那些战士遇到他简直是自找苦吃，他对上的对手都是一拳解决掉的。紫砂这个魔女硬是把自己干成秒天秒地的战士了。那天法鲁法变成史莱姆，紫砂就找到魔法师史莱姆求助，可魔法师史莱姆的魔法只能让法鲁法暂时变回人形。他建议紫砂去找那个战士史莱姆，因为那个史莱姆啊是通过锻炼身体才有了人形的，只要能找到战士史莱姆，法鲁法就能学会怎么变回人类。战士史莱姆正好在凯尔宁镇参加武术比赛呢，他可是个超级骄傲的史莱姆，得打败他才愿意跟你说话。所以紫砂和别西卜一起加入了比武大赛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了紫砂秒杀战士的那一幕。他成功杀入半决赛，战士史莱姆和别西卜对决，本来以为会超精彩，结果呢草草结束了。最后决赛就剩别西卜和紫砂。上回他挑战紫砂，不小心撞到结界没打成，这回他要抓住机会跟紫砂好好打一次。紫砂本来不太想打了，他参赛只是为了请战士史莱姆救救他女儿啊。法鲁法还没恢复，他也没啥斗志。别西卜为了让紫砂全神贯注，其实早就请战士史莱姆把法鲁法给治好了。既然女儿没事了，紫砂就答应跟别西卜打这一场。斗争开始了，别西卜瞬间移动到紫砂背后，紫砂转身一拳把他逼退了。别西卜展翅在空中飞，他想找紫砂的弱点，然后赢过他。别西卜一直梦想着打败紫砂，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。他在空中找寻紫砂的弱点。武术大赛规矩挺严的，魔法什么的一概不能用。紫砂没法用魔法杯啊，对付空中的别西卜，他真的没辙了，只能等着别西卜主动来进攻。别西卜其实是打算找紫砂的漏洞，然后一击必杀，但是他在天上飘了好久都没动手，因为紫砂的破绽太多了，破绽多的有点像假的。别西卜都犹豫从哪下手好了。紫砂为了给他个机会，竟背对着别西卜做起广播体操来了。别西卜觉得被小看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挺想赢过紫砂的，有空就练习。他以为努力就能战胜紫砂，这种错觉肯定是没见识过紫砂怎么一拳打败魔王的。看台上女儿大声给妈妈加油，紫砂决定要展现帅气的一面给女儿看。接下来一招他没再手软，这次稍微认真了点。别西卜足，紫砂轻轻抱起受伤的别西卜，别西卜没想到自己会被公主抱，脸都红了。紫砂带着女儿去感谢那战士史莱姆，结果人家直接要挑战他，他们在擂台上一个接触都没有。战士史莱姆真的很想和紫砂过招，可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吓趴了。紫砂这打了300年史莱姆，身上那股子杀气，只要是史莱姆都能感觉到，普通人是感觉不出来的。但作为史莱姆的他感同身受。战士史莱姆本来是打算拜紫砂为师的，可看到那股怨气，他也不敢拜了，直接在别西卜面前跪下，想拜别西卜为师。别西卜那是不会收徒弟的。可紫砂担心他女儿哪天又变成史莱姆，他可不想下次再花一整集时间去找史莱姆，所以他们一家人硬是逼着别西卜把这个徒弟收了。别西卜啊，求你啦！这个女孩刚开始表演，罗莎莉就被她震得灵魂出窍。来看表演的小朋友们一个个都被吓哭了，大人们也是七零八落，没人受得了她的歌声，这歌声简直命悬一线呢。还在场坚持的就剩下紫砂和弗拉德了。女孩唱的观众都跑光了，紫砂挺好奇的，她这种风格真能养活自己？女孩唱着唱着就倒下去了，然后半天没爬起来。紫砂还想这装死表演倒挺像那么回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唱歌的姑娘是饿晕了呀，早说这风格养不活自己嘛。紫砂只好把人先带回家。女孩看到食物就猛吃起来，看她那样子不知饿了多少天了。卸妆后的女孩竟然还挺可爱的，她叫酷酷，是个兔族，因为表演不受欢迎，当了60多年的吟游诗人，饿晕这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这些年她除了表演也在打工，不这样早就饿死了，今天又饿晕了。酷酷终于清醒了，决定不当吟游诗人了，干脆去当兔女郎算了。紫砂不忍心让这个爱音乐的女孩就这么放弃追梦，于是决定暂时收留酷酷，帮她
他换个表演风格试试。酷酷感激的不得了，当下就想唱首歌表示感谢。紫砂连忙制止，免得又吓哭小法鲁法。弗拉德开始给酷酷出改进意见，酷酷心里可不服，觉得弗拉德懂什么呀？他认为弗拉德的指导根本就是乱来。弗拉德拿起吉他一曲下来，酷酷张大嘴巴，目瞪口呆，因为弗拉德唱的居然比他还好。为了帮酷酷摆脱过去的风格，紫砂家的人全都出动了，一起写歌助酷酷一臂之力。酷酷听了就哭了起来，没想到这家人个个唱的都比他好，而且每个人的风格都那么独特。莱卡唱的自信满满，卡拉唱来有点小心计，两姐妹的歌声甜得很，罗莎莉则有点忧伤。虽然受了不小的打击，但酷酷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他的新歌得到了别西卜的认可，甚至被邀请去参加魔族的大型音乐会。酷酷开始还挺兴奋，听说下面有2万观众时，他就开始紧张了。他走南闯北60年，每次表演都是3、3、2、2的观众，现在要面对2万人，酷酷心里那个怕呀！上台前他还在发抖，心想这一次可能会搞砸，可一上台反而镇定了下来。看见台下紫砂一家的面孔，酷酷就唱了一首感谢紫砂的歌。这一次他唱的真挚动人，这首歌直接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。那晚别西卜就送来了一堆邀请函，全是请酷酷去唱歌的。酷酷一夜之间火了，以后不用担心没饭吃饿晕自己了。这天卡拉又想烤蘑菇了，紫砂直觉这事儿不妙。上回卡拉弄那红伞伞，他差点就跟着一起躺板板了，现在居然又想来一次，紫砂肯定是不答应的。卡拉一再保证，他说这回他挑蘑菇特别仔细，保证不会再出岔子。卡拉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紫砂决定再信他一回。结果紫砂还是上当了，他吃了有毒的蘑菇，变成了个小女孩的样子。缩小后的紫砂萌翻了，莱卡都被萌哭了。弗拉德直接一把抱起来，高高举起。紫砂的女儿们也乐坏了，妈妈变得比他们还要小了，一个负责喂妈妈吃饭，另一个给妈妈讲故事。2个小的照顾紫砂还挺细心的。莱卡连做饭的方式都改了，直接给紫砂准备了儿童套餐。过了几天，卡拉过来认错，他翻遍了所有典籍，却找不到让紫砂变回去的办法。紫砂可不想一直当小丫头呀，遇到难题就得找别西卜。紫砂唱着咒语召唤别西卜，这次别西卜直接掉进浴桶里了。不过他这次倒是挺开心的，因为这浴桶里的是热乎乎的水。别西卜把紫砂一家带回了魔都，他们在那儿休息了一夜，开始找方法让紫砂恢复原状。没想到天刚亮就遇上了魔王，魔王超级喜欢缩小了的紫砂，竟然坚决反对他恢复成原本的样子。2个女儿也挺喜欢现在这个迷你版的妈妈，但紫砂坚决不愿意，他们只好开始想办法帮紫砂变回去。其实魔王早就有办法恢复紫砂了，世界树最顶端有个药剂师，找到他，紫砂就能得救。世界树里头是个108层的巨大迷宫，里面的魔物都特别凶，攀登世界树其实特别危险。魔王派了瓦尼亚姐妹来保护紫砂，以为会是个超级复杂的迷宫，结果一进去，紫砂的认知完全被颠覆了。第1层居然是个购物中心，更别说世界树根本不用自己爬，魔族人都已经装了电梯了，几人都买了点心，嘴里塞着零食，电梯直上。前10层全是娱乐和休息的地方，第11层才开始是真正的丛林。3个人被一群狼包围了，紫砂正准备大干一场，谁知道狼群扑上来就开始卖萌。原来狼群都被训好了，他们不伤人，就知道撒娇要吃的。这哪里是闯迷宫，是旅游景点吧？紫砂一边闯迷宫一边吐槽，魔族真是太会赚了，从第1层直接坐电梯到第19层，光这一趟就花了他6300。世界树迷宫的前30几层全被魔族改造成旅游胜地了，真正的冒险是从这之后开始的。3人穿过了迷人的沼泽和沙漠，一路爬到了第85层，遇到的魔物都是危险十足的，会向冒险者发起攻击。一只巨大的树懒向紫砂扑过来，挺好的，虽然紫砂缩小了，但他打起架来还是那么厉害。瓦尼亚姐妹也是顶尖的魔族战士。终于他们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药剂师，药剂师递给他一瓶眼熟的药丸，这药丸不就是艾诺的魔女做的吗？那时候还是紫砂鼓励他开摊卖药的呢。紫砂这会儿感觉自己好像被耍了，魔王佩克拉早就知道艾诺的魔药的事，明明能让紫砂变回原来的样子，就是故意没告诉他。他还知道不用费劲爬世界树，直接骑龙就能飞上来，这事儿他也没告诉紫砂。佩克心里明白，紫砂现在的衣服很小，要是变回大人，衣服肯定小了。他还故意让紫砂当众吃药，紫砂没多想就当众吞了药丸。结果尴尬的事发生了，魔女裸奔呢。紫砂让2个女儿穿上女仆装，让他们当服务生，自己也换上一件，开始在咖啡馆迎接客人。紫砂就这样开了家咖啡馆，他们3个穿着女仆装，罗莎莉看着也心动了，可她是灵魂，没法穿常人的衣服。紫砂就施了个魔法，给罗莎莉也来了一套。莱卡一加入，紫砂的家就热闹了。咖啡馆准备开张，紫砂以为刚开始不会有太多客人，但她低估了自己的人气。开门第2天就发现排队的客人从门口一直排到山脚下了，许多客人都是特意从别的地方赶来的，夜深了还有人排长队呢。魔女亲自迎接客人，史莱姆精灵帮忙上茶水，龙族公主亲自下厨，幽灵妹妹负责送菜，这服务阵容不火都难哦。下路下忙到脚不沾地，大家忙得团团转，客人太多了。紫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高级魔族别西卜也加入了队伍，套上工作服开始帮忙。最后魔王也亲自来了，得制作组喜欢女仆装的事情藏不住了，魔王还带来了顶级厨师，让咖啡馆的菜色更加多样。战士史莱姆也来支援，被分配到厨房去洗碗。艾诺送来了新研发的营养剂，他变身魔法少女迎接客人。酷酷也来帮忙了，打了300年的史莱姆，不知不觉成了满级高手。紫砂只是想要个悠闲生活，不过偶尔忙碌一下，心里也挺美的。虽然已经是满级了，但还是保持每天打25只史莱姆的好习惯。